利用机会整顿作风。庞凤华的饭菜票和现金一分都没有少，因为有3000米的赛事，庞凤华匆匆忙忙的顺手把钱物都带在身上了，掖在了内衣的小口袋里头。庞凤华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并没有留神，上了跑道又跑得太猛，后来全忘了。那些钱物还是庞凤华第二天洗衣服的时候自己掏出来的，带着庞凤华的体温，甚至还带着庞凤华的心跳。不过事情已经闹开了，都惊动了派出所了。庞凤华哪里敢说，蹲在盥洗间里又哭了，脸上凄苦得很，别人劝都劝不动，越劝庞凤华哭得越伤心，后来连劝的人都一起哭了。这个不能怪人家凤华，这样倒霉的事换了谁不难过。庞凤华在当天的晚上找到了年轻的班主任，班主任住的是集体宿舍，这会儿同宿舍的其他人都打康乐球去了，只留下了班主任一个，正趴在桌子上批改作业。庞凤华进来了，两只手紧紧地扶着门框，班主任扭过身子示意庞凤华坐。办公桌的旁边是老师的单人床，庞凤华只能坐到老师的床上去了。庞凤华一脸的凄惶，坐得很慢，尤其是快要落座的时候，他扭着他的腰肢，用他的屁股缓缓找到了床沿，这才坐下了。年轻的班主任发现庞凤华坐的实在是漂亮，腰肢里头有了很独特的韵致。别看庞凤华的脸蛋长得不怎么样，屁股上的那一把倒还真的是风姿绰约。这一点给了年轻的班主任相当深刻的印象，一下子就对庞凤华产生了同情了。班主任咽了一口，关切地说：“发现新的线索了没有？”庞凤华望着他的班主任，无声地摇头，很憔悴，带上了几分的苦楚。班主任叹了一口气，想钱被人偷了，一定是生活上遇到困难了。班主任取出钱包，拿出10块钱，递到庞凤华的跟前，说：“你先应付几天吧。”这样的举动在庞凤华的那一头分外的感人了。庞凤华望着老师手里的钱，眼里的眼神定住了，一点一点闪出了泪光。他的目光慢慢地移到了老师的脸上，最后和年轻的班主任对视了，定定地汪开了一层泪，厚厚地罩在眼眶里头。庞凤华说：“老师。”说不下去，又哭了。庞凤华这一次没有坐着哭，而是趴下了，伏在了班主任的枕头上，两只肩膀一耸一耸的。班主任坐到庞凤华的身边，很小心地伸出手拍了拍庞凤华的后背。庞凤华的后背很猛烈地扭动了几下，意思很明确了，不要你管。但是做班主任的怎么能不管呢？又拍了几下，班主任的巴掌一直拍到庞凤华的心坎里，格外的催人泪下了。这一次庞凤华没有扭，哭的却加倍的揪心，全身都在哽咽。班主任都很心疼了。这样持续了2-3分钟，庞凤华妥当了，悄悄站起身来，无声地接过班主任手里的钱，坐到了班主任的椅子上。他把钱压在了老师的玻璃台板底下，顺手拿起班主任的手绢，擦过眼泪，回过头来看着他的老师。庞凤华望着他的老师，突然又笑了，迅速地把嘴抿上，还把笑容藏到了手背的后头。庞凤华扭头就走，一点过渡都没有。他在走出门口的时候，猛地回过脑袋，发现他的老师还坐在床沿上，对着桌面上的手绢，两眼茫茫。案子悬在那儿，
依照庞凤华的口述，公安员并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。这一来，派出所的同志也很难办了。星期一的下午，823班的同学们发现，一直停在行政楼前的警车已经开走了。人家有更重要的任务，不可能为了10几块钱的事情无端端的耗警力。可是钱主任说了，案子一定要破。这一来，校方的任务自然很重了。保卫科和学生处的老师们工作的相当深入，有分工有组织。从实际情况来看，已经是一个专案组了。他们夜以继日，网已经撒开了，再狡猾的鱼都不可能漏网。钱主任在行政会议上说，抓一个小偷是次要的，关键是一定要树立一个反面的典型，寻找一个反面的教材，利用这个机会狠狠整顿一下学生的思想作风。钱主任说，最近一段时间学校里的风气很不好，有几个男生留起了长头发，有几个女生穿起了喇叭裤。那是头发吗？那是裤子吗？我43岁了，没见过。而校外一些不良青年的行为更需要防范。他们经常戴着蛤蟆镜，提着一台3洋牌录音机，一边播放邓丽君的《靡靡之音》，一边在校门口晃荡。美酒加咖啡，何日君再来？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这些都是危险的苗头，要杀，不能手软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钱主任问。这里是师范学校。种种迹象表明，钱主任指出，社会上的不良作风已经渗透到校园里来了。这个风气一定要杀，不要指望自生自灭，不能放松我们的警惕。